4500收复了，金价一夜暴拉2.82%，收报4545.3，前一天还在4400苦苦挣扎，隔夜多头一口气把失地全部收回。这波强势反攻到底是昙花一现的反弹，还是新一轮上涨的起点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点金日记，我是您的贵金属向导小金。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，星期四，我们一起回顾隔夜的黄金与白银行情，再一起看看今天要盯紧什么。老规矩，先郑重提醒一句，我说的所有内容都只是我个人的观察和看法，不构成任何投资、交易或理财建议。市场有风险，你的每一个决定都请自己独立判断。在深入之前，先用30秒给你今天的3个核心要点。第一，黄金隔夜大涨2.82%，收在4545.3，白银同步跟涨2.79%，收在65.83，双双强势反弹。第二，最大的推手是本周五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和鲍威尔讲话之前，市场提前压住降息，美元和美债收益率一起回落。第三，接下来最该盯的一个点是黄金的200日均线4590附近，这道线就是分清强反弹和真反转的总闸门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把这几点讲透。先说整体的感觉，隔夜这一晚贵金属市场的气氛用4个字形容就是扬眉吐气。你还记得吗？就在前一个交易日，金价一度被打到4400附近，市场里到处是看空的声音，有人喊反转，有人喊见顶。结果隔夜风向说变就变，黄金一根大阳线把前一天的跌幅几乎全部吃回去，白银也几乎是同步起舞，两个品种手拉手往上冲。这里我要跟昨天做个诚实的对账，我昨天的判断是那波下跌更像洗盘，不像真反转。我给的关键条件是，只要黄金重新站上4500，洗盘就算结束。现在回头看，这个剧本兑现了，金价不但站上4500，还一路收到了4545。这一点，我要坦白的说，走对了。但我也要提醒你，越是走对的时候，越要冷静，因为真正的考验其实还在后头，那就是上方那道更硬的200日均线。那这一晚，黄金和白银谁更强呢？其实两个几乎打成平手，黄金涨2.82%，白银涨2.79%，金银比价稳稳停在69附近，几乎没动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今晚这波上涨是黄金主导，白银老老实实跟随的一次普涨，而不是哪一个品种单独在讲自己的故事。所以今天我们把重心放在黄金身上，白银按下不表，稍后简单带过就好。来仔细看看黄金这根大阳线的走法，隔夜金价从4420附近起步，几乎是低开高走，一路往上，盘中最高摸到4580附近，收盘稳稳落在4545.3，全天涨幅2.82%，涨了120多个点。从走势的性质看，这不是那种碎步慢爬，而是一根干净利落，买盘占据绝对主动的强势阳线。我们把它放到均线的坐标里看，会更清楚它现在站在什么位置。目前50日均线在4171.8，金价高高在上，稳稳站在它上方，这说明中期的多头结构完全没有被破坏，真正的悬念在上方。200日均线在4589.9，也就是4590附近，而金价隔夜最高正好摸到这条线的脚下，就回落收在下方。给刚接触技术分析的朋友解释一下，200日均线是市场公认的牛熊分水岭，它代表过去大半年里所有买家的平均成本。当价格从下方去挑战这条线，就好比一个人爬山爬到半山腰的一道石门前，推开了，说明力气还够，后面还能往上爬；推不开被弹回来，就说明这一波冲劲到头了，得先歇一歇。所以黄金现在做的
就是从下方重新扣响200日均线这道大门。这道门要是能带量推开，通往上方的空间才算真正打开。推不开，就还是一次强反弹，而不是趋势的正式重启。今晨亚洲盘金价现报大约4577，比昨天收盘还高一点。不过这只是盘中的即时价格，仅供参考。我们判断方向还是要以昨天4545的收盘价为锚。白银这边故事就简单多了，白银隔夜收在 65.83， 涨 2.79%， 基本就是紧紧咬着黄金的节奏在走。给不熟悉的朋友补一句，白银是黄金的高贝塔表亲，通俗说就是黄金的放大版，涨的时候常常涨得更凶，跌的时候也跌得更狠。但今晚它没有额外发力，涨幅和黄金几乎一样，金银比价也没动，说明白银今天只是搭了黄金的顺风车，自己没有独立的故事。所以我们点到为止，把更多时间留给真正的主角。那么隔夜到底是什么点燃了这波反攻？我认为最核心的推手，市场在为本周五的一件大事提前布局。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以及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讲话。每年这个时候，全球的央行行长齐聚一堂，而市场最在意的就是鲍威尔会不会对降息的路径松口。隔夜的资金明显是在压住一个偏鸽的信号，于是提前进场买黄金。我把这个传导链条一步一步拆给你看。第一步，市场预期美联储可能更早、更多的降息。第二步，这种预期一起来，美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就一起往下走。第三步，也是最关键的一步，黄金是一种不生息的资产，它自己不会给你利息。当美债收益率和美元双双走低，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就下降了。说白了，把钱放在国债上能拿到的回报变少了，黄金这种不生息资产的吸引力就相对上升。同时美元走弱，又让以美元计价的黄金对全世界的买家更便宜。这三股力量叠在一起，就成了隔夜金价往上冲的燃料。当然，除了对政策的压注，还有一层是纯粹的技术性买盘。前一天4400这道多头生命线守住了没被击穿，本身就给了抄底的资金信心。空头看到跌不下去，也开始回补平仓。多空两股力量一叠加，就容易走出这种又快又猛的反弹。你可能会问，什么叫空头回补？简单说，就是原本借货做空赌它跌的那批人，看到跌不动了，只好赶紧买回来平仓止损。而这个买回的动作本身又变成了推价格上涨的力量。这也是为什么反弹一旦启动，常常又快又急。所以这波上涨一半是预期驱动，一半是情绪和筹码的修复，两者缺一不可。缺了任何一半，都不会有这么干脆的一根大阳线。地缘政治这边，隔夜没有出现新的重大导火索，避险情绪并不是今晚上涨的主角。这一点我必须跟你讲清楚，免得你误以为是哪里又出事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黄金作为终极避险资产的底色一直都在。一旦地缘或金融市场出现意外的黑天鹅，避险的买盘随时可能被重新点燃。这是我们长期要放在心里的一根弦。真正的重头戏还是美联储。为什么市场对鲍威尔的一句话这么敏感？核心就在于实际利率。所谓实际利率，简单说就是名义利率减掉通胀之后，你手里的钱真正的回报。黄金不升息，它最怕的就是实际利率高高在上。那种环境下，大家宁愿去拿有利息的美债，也不愿意抱着黄金。反过来，一旦市场相信美联储要开始降息，实际利率要往下走，黄金立刻就有了上涨的底气。所以你就能理解为什么隔夜资金敢这么果断的抢跑。目前10年期美债收益率还在 4.7 附近，位置不算低，这也是压在金价头上的一块石头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场拔河，一边是降息预期，实际利率下行，使劲把金价往上拉；
另一边是仍然偏高的收益率和美元的韧性，死死把金价往下拽。隔夜是买方那一边先发力，抢占了主动，但绳子还没拉过中线。市场其实是在赌，鲍威尔周五会释放偏鸽的信号，让收益率进一步回落。这个赌注要是赌对了，金价有望顺势推开200日均线。可万一鲍威尔的态度比预期更偏鹰，强调通胀还没搞定，那今晚这波抢跑就可能变成一次多头的陷阱，金价随时可能打回来。这就是为什么周五之前，任何单边的重仓都要格外小心。从技术面来看，黄金现在的关键位置，我帮你从下往上捋一遍。第一道支撑就是刚刚收复的4500整数关，这里由昨天的阻力变成了今天的支撑，能不能守稳，是检验这波反弹成色的第一块试金石。再往下，4420到4475是上一波争夺的密集区，上方的第一道，也是最重要的一道阻力，就是200日均线4590附近，紧接着是4600的整数大关。这道线一天不有效突破，黄金就一天还没走出真正的反转。再来看动能，黄金14日的相对强弱指标，也就是 RSI， 现在读数是 69.2， 这个指标是用来衡量涨跌动能的，数值越高越接近超买，越低越接近超卖。通常70以上算超买，30以下算超卖。69.2已经贴着超买的门槛了。这告诉我们两件事，一方面，多头的动能确实很强，很扎实，说明买盘是真金白银在推，但另一方面也说明短线已经涨得比较急，有点透支，越靠近这道大阻力，越要提防一次技术性的回踩。回到开头那个反弹还是反转的问题， RSI 给的提示是动能够足以支撑再冲一次，但已经不便宜了，这一冲能不能站稳才是关键。白银的技术面，快速带一句，白银的中期生命线是50日均线 61.4， 只要守在它上方，白银的强势结构就还在，上方近端的阻力在67附近，再往上是70的整数关和200日均线 71.2， 白银自己的 RSI 是 60.3， 比黄金温和一些，还没到超买，动能上反而更从容，更有余地。这也侧面说明今晚它确实只是跟涨，没有过度亢奋。说到这里，我必须敲一记警钟，越是行情走得顺，气氛越热烈的时候，风险其实越大。周五的杰克逊霍尔和鲍威尔讲话是一颗实打实的重磅炸弹，结果偏鸽还是偏鹰，谁都无法100%提前知道，一句话就可能让金价上下剧烈波动。所以请大家一定保持冷静，仓位上多留一分谨慎，不要因为隔夜的大阳线就上头追高。真正能穿越波动活下来的，从来不是胆子最大的人，而是最懂得控制风险的人。好，来到今天的重头戏，今日关注与后市展望。我把它拆成短线和长线两个维度，依次给你讲清楚。先说短线怎么看，短线的一切都围绕着周五展开。今天也就是周四晚间会公布7月的美联储会议纪要，从字里行间去揣摩官员们对通胀和就业的措辞天平，而真正的发令枪是周五的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开幕，鲍威尔的重磅讲话，外加标普全球 PMI 初值，出勤失业金和成屋销售数据。关键位上向上看，黄金必须先站稳4500，再去有效突破200日均线4590，才算真正打开上行空间。向下看，一旦丢掉4500，就要回看4420，甚至4400。上行剧本是鲍威尔偏鸽，收益率回落，金价推开4590，直奔4600。下行剧本是鲍威尔偏鹰，强调抗通胀，隔夜这波抢跑被打回，金价重新跌破4500测试下方支撑。两种剧本，周五见分晓。再说长线怎么看，把镜头拉远，
抛开这1-2天的噪音，支撑黄金的那几根大梁其实一根都没有变。全球央行还在持续购金，去美元化的大趋势在延续。美国政府的债务包袱越来越重，实际利率长期看是往下走的方向。再加上随时可能冒头的地缘风险，这里我多说一句，央行购金。过去这些年，越来越多国家的央行选择把一部分外汇储备从美元换成黄金，这是一种实打实的持续的买盘。它不像投机资金那样追涨杀跌，而是细水长流的拖着金价的底。这也是为什么这一轮黄金的大牛市根基比很多人想象的要扎实。这些结构性的力量决定了黄金中长期的重心大概率还是抬升的。所以你会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局面，短线因为事件的不确定而需要谨慎，长线的大方向却依然偏多。这2个时间维度可以并存，也可以暂时打架。这恰恰是我们既要看短也要看长的原因。那么回到开头那个问题，这波收复4500到底是昙花一现的反弹，还是新一轮上涨的起点？我的判断是，它更像是趋势重启的前奏，而不是简单的一日游。因为它同时满足了站上4500、守住50日均线、动能强劲这3个条件。但我要给这个判断加一个明确的前提，确认信号是有效突破上方的200日均线4590个正尾信号，是周五鲍威尔意外偏鹰，金价带量跌回4500以下。在这2个信号出来之前，方向的天平还没有最终落定。送给你今天的一句话，记在心里，收复4500只是第一步，站稳4600才算真反攻。最后也想听听你的声音，你觉得这周五鲍威尔讲话之后，黄金能不能顺势站上4600？评论区打出你的判断，是能还是不能？再次郑重提醒大家，以上所有分析都只是我个人的观点复盘，不构成任何投资或交易建议。金融市场瞬息万变，任何操作都请你务必保持谨慎，独立决策，盈亏自负，守住本金，永远比抓住每一波行情更重要。好了，今天的点金日记就到这里。如果这期内容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，再顺手点亮那个小铃铛，这样每天清晨的第一手贵金属解读就不会和你擦肩而过。我是小金，我们明天继续点金，明天见。